头不是头，下雪不愁，人家有伞，你有不是头。和珅为了试探纪晓岚疯了没有，刻意拉着乾隆来考验老纪的学问。和珅先是用三字经逗他，大声念出了人之初性本善，可纪晓岚却在那胡言乱语。拍燕窝，拍出燕窝打酒喝。纪晓岚表示自己念的才是三字经，而和珅刚才说的是小儿经。说罢就靠在柱子上睡觉。乾隆于是说了个对联：朕看他是眼皮坠地难关孔子之书。纪晓岚听到上联后立马来了精神，喝起连天要做周公之梦啊！见纪晓岚对得这么工整，和珅知道老纪一定是在装疯，可乾隆却还要试探。他瞧见荷花在大冬天开得那么茂盛，又想出了一个上联：因何而得偶？纪晓岚在看到桌子上的国府后，当即对了一个下联：有杏不须眉。和珅觉得老纪睡着觉还对得如此工整，觉得这人真的不能要。这时天空突然飘起了小雪，纪晓岚于是摘下和珅的帽子，一边拍着他的大脑瓜，一边唱起了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里的歌谣。明摆着这是装疯卖傻呀！皇上，这样的臣子如果不治他这个罪的话，岂能服众啊？皇上。乾隆让和珅消消气，说咱们接着试。太极两仪生四象。纪晓岚一时间想不到好的下联，只能随便瞎蒙了一个。春宵一刻值千金。乾隆觉得老纪还是有点疯，然而和珅却不这么认为。这副对联看似没有关联，可从字面上看却是对仗工整，用词巧妙。而乾隆之所以说他疯，无非是在跟老纪一起逗和珅玩。江南千山千水千才子。对完了以后，你得让我睡觉。行，宝贝儿，睡晚了啊，对晚点你睡啊，好吧。得到了保证后，纪晓岚当即脱口而出：塞北，一天一地一圣人。乾隆被这马屁拍得舒服极了，连连夸赞老纪真有两下子。为了多听听纪晓岚的马屁，乾隆决定加大考验的难度。何爱卿出个上联，朕对个下联，让纪晓岚加一个字把意思改了，让他对。皇上不是他吗？怎么跟奴才？得了，朕现在有了兴致了。和珅不愿输给死对头，也开始拍起了乾隆的马屁。君恩深似海。乾隆一听高兴坏了，也用下联表扬和珅：臣中重如山。纪晓岚觉得这两人实在太不要脸了。为了打击和胖子的嚣张气焰，纪晓岚立马在上联中加了一个西字。君恩深似海兮，这怎么算加字？意思没变吧？接下来重点来了，老纪只是加了一个呼字，就搞得和珅无比尴尬。臣中重如山乎？你问谁呢？你问我呢？啊，我当然中了。乾隆觉得纪晓岚问的实在是太好了。你呀，平时不如他，你现在说他疯了，你还是不如他呀。纪晓岚也跟乾隆一起嘲笑和胖子。老鸡骂小鸡，你是个笨东西，让你咯，你偏叽。这时雪也越下越大，纪晓岚冻得实在受不了了，急忙告辞离去。和珅觉得纪晓岚既然知道了，那么一定是在装疯，可乾隆却不这么认为。这纪晓岚是在疯与不疯之间，那么这罢官呢，也是在罢与不罢之间。说罢，乾隆就准备回去找银妃睡大觉了，还让和珅留在这里继续念他的小儿经。由于搞不清楚纪晓岚到底是真疯还是装疯，和珅于是询问齐苏图在哪开的药方。天人大药房找洪大夫配的呀，他说是江湖的秘方呢，3天必疯。随后便让刘全将洪大夫请了过来。为了试验药方的效果，和珅让刘全端来一碗毒药，请他自个喝下去。神农尝百草，你应该听说过呀。你们当大夫的就得悬壶济世。虽然洪大夫拼命反抗，可还是被几个壮汉按住灌了下去。而银妃这边也没闲着，她特意拿着一张5000两的银票来贿赂甄嬛，希望对方给乾隆施加压力，替其家隐瞒罪证。太后拿了银票后，也立马把乾隆叫到跟前，用言语来暗示他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家国天下，这家呀国的别分得那么清楚。然而这婆媳两人的手段怎么可能瞒得过乾隆？他早就在宫里安插了无数的眼线。在得知银妃笑着从太后屋里出来后，乾隆立马让桂喜去传召小月进宫。银妃以为万事大吉了，便吩咐舅舅去除掉那天在街上闹事的工匠齐苏图。刚想去杀人灭口，可又被和珅喊了过去。他以为有什么要紧事，可是没想到和珅竟询问他汤头歌出自何处。这种问题对于不学无术的齐苏图来说实在是太难了。和珅告诉他学可以无术，但是不能不博。身为当朝一品，站在皇上面前啊，没见识。皇上问你吃，你不明白；皇上问你喝，你不知道。用不了3天，皇上就得给你打发了。和珅劝说齐苏图要抓紧学习，像诗词歌曲、昆腔乱弹，甚至蛐蛐葫芦、走鸡斗狗都必须得懂，因为皇上随时可能问起来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都眼红宠臣，宠臣是那么好当的吗？那得博闻强记，否则那风头还不都得让季大烟袋给抢光了啊！说起来，纪晓岚能活到今儿个也不易，我也不易呀。见和珅一个劲的提到纪晓岚，齐苏图对此十分不解。和珅也不废话，当即带着他去看一个人。一段万里。这不是洪大夫吗？现在成了红二妞了。和珅告诉他说，那个洪大夫喝下了自己开的药方后，没几天的功夫就变成这样了。洋洋得意的齐苏图这时突然想起了外甥女的吩咐，告诉和珅说解决了这件事情后，就真的一了百了了。有几个闹事的工匠该抓了。殊不知乾隆此时正带着小月来到这工地上。